各位朗学院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呀！这一周呢，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首非常简单的，也不能说简单，技术上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一部来自于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一个小作品 OP76的第二首。它其实呢是一首练习曲。提到西贝柳斯啊，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啊，他是可以说是芬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啊。然后呢，西贝柳斯的一生啊，其实非常的传奇。他呀出生在芬兰的一个小镇，原本家里呢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啊，非常的神奇啊。有很多的作曲家家里都希望他们成为律师，比方说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还有德国的这个浪漫主义的开创者舒曼啊。早年呢，他们都曾学习过法律啊，就是家里的期望。西贝柳斯也一样。但这位年轻人呢，很显然对于法律的条文是毫无兴趣的，反而呢被音律深深的吸引。那他20多岁的时候呢，他就去了维也纳跟柏林学习音乐啊。这个点呢，可以说非主流音乐家的一个常见的路径吧。你比方说像北欧的很多民族乐派的这样的音乐家啊，除了西贝柳斯，还有像这个挪威的格里格啊，他们经常你会发现他们在年轻的学习的传承都是来自于像德国啊、奥地利这些地方。那么他去了维也纳和柏林学习音乐呢，他回国呀，很快就凭借他的一些早期的作品，像他最著名的一首芬兰颂啊 Finlandia 啊 OP26，就这样的民族的音乐的这样的作品呢，他可以说是成为了芬兰的民族英雄了啊。为什么会是民族英雄呢？写一首曲子就能成为民族英雄？你要看当时的整个的大环境，当时的芬兰啊，它是在俄国的统治之下的啊。那么西贝柳斯的音乐呢，就成了芬兰人的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芬兰颂都被芬兰人称为芬兰的第二国歌。有趣的是啊，西贝柳斯在50岁之后啊，他就停止了创作了。要知道，西贝柳斯其实可以说是一位这个非常长寿的作曲家，他活了92岁，在50岁之后，他几乎停止了创作活动啊。他又活了30多年、40年，却没有写出什么全新的作品了。这个谜团啊，其实至今让音乐学家们都困惑不已啊。有人说呀，他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有人说呢，他受不了现代音乐的冲击；也有人猜测呀，他只是想安静的享受晚年。不管怎么样呢，在他停笔之前呢，他给世界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音乐遗产。这儿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啊。这个我曾经听说过啊，这个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有一次呢，见到了西贝柳斯，两个人聊天，然后西贝柳斯呢就问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啊。他问梅纽因，请问在世的音乐家当中谁是最伟大的呀？梅纽因呢就愣住了，就卡住了。他既不能直接的恭维说，那一定您是最伟大的作曲家，对吧？就感觉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没有办法特别得体。然后呢，西贝柳斯哈哈一笑，哎呀，你可以直说嘛，最伟大的音乐家当然是巴托克了啊。对，所以这是这个关于西贝柳斯非常有趣的故事啊。这也许是他50岁之后停止创作的一个原因啊，可能他认为巴托克比自己优秀，他超越不了巴托克，于是就停止了创作。其实历史上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之前我们提到另外一个作曲家啊，这个意大利的罗西尼，他是整个说是恢复了意大利歌剧的这个昔日的荣光的这样的一位作曲家，他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就封笔了，他活了70多岁。但是呢，30多岁之后就基本没有再创作过歌剧了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那么，郎老师讲的这首啊，这个 OP76的第二首，其实就是西贝柳斯啊，在1914年创作的一首短小精悍的钢琴小品。那么说到钢琴小品呢，这是一种比较短小精致的钢琴曲。其实之前我们也讲到过很多这样的作品啊，就像散文中的小品文或者画家画的速写。他们呢不像交响曲那样宏大复杂，却往往能够捕捉到可以说是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一个美好的瞬间，对吧？西贝柳斯一生他写了大量的钢琴小品，而 OP76 这一套作品呢，包含13首。这些作品呢，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对吧？一战是1914年到1918年嘛，当时西贝柳斯已经快50岁了，正处于创作的成熟期。说实话呀，西贝柳斯并不是以钢琴家的身份出道的，他最初是拉小提琴的
所以说小提琴作品当中有一首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 OP47，可以说是极其著名的小提琴这个协奏曲当中的应该说非常重要的文献。钢琴呢，对于西贝柳斯更像是作曲工具，但恰恰是这种非钢琴家的视角，让他的钢琴作品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这首 OP76第二首呢，那就是空灵这首曲子的速度标记是中板，就是不快不慢，整体的氛围是非常宁静且内省的。开头几个音符就像是这个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芬兰的湖面上，这波光粼粼的，但是带着一丝寒意，对吧？郎朗老师也说这个曲子听上去有一个这个芬兰的冬天非常漫长看不到尽头的感觉。那么这种叫做寒意就英文叫 chilly， 在这个作品当中其实表现得非常明显。然后西贝柳斯就特别擅长营造这种北欧特有的氛围，就那种宽广孤独但是又充满诗意的感觉。这个音乐的结构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层次是很丰富的。它的主旋律非常的简洁，非常有歌唱性，就像是一个人在森林里面去独自哼唱的小调。伴奏的部分其实又很有讲究，音符之间它留有大量的空白，这个反而有点像中国画里的留白的艺术，它可以让听众有了想象的空间。这种处理方式很西贝柳斯，他的音乐呢从来不过分的热闹，总是保持着一种节制和距离感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作品的左手的和声西贝柳斯使用的和声既不是那种传统的古典主义那样规规矩矩的，也不是现代主义那样激进前卫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有时候呢，你会听到一些不太和谐的音符组合，但它们听起来却是恰到好处的，就像森林里偶尔传来的鸟叫，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却让整个环境更加的生动西贝柳斯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深深的植根于芬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气质。芬兰呢有1/3的国土在北极圈以内，冬季漫长寒冷，夏季却短暂而珍贵。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其实就塑造了芬兰人的这种坚韧内敛的性格，也影响了西贝柳斯的创作。他的音乐里很少有意大利歌剧那样热情奔放的，也没有德奥音乐那种哲学深度，但它有着北方人独特的诗意，那是一种在严酷环境中对于美的珍视在孤独中对内心世界的探索。那么 OP76第二首呢，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不试图讲述什么宏大的故事，就描绘了那么一个瞬间，一种情绪，一幅心灵的风景画有人说西贝柳斯的音乐听起来很冷，但这种冷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清澈纯净的美感就像冬日里的月光，虽然没有温度，但却能照亮整个雪原。那么对于钢琴家来说演奏这首作品并不需要特别炫技的手指功夫，但是呢，它需要特别强的音乐感和控制力。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如何把握那些空白音符与音符之间的停顿和呼吸，还有就是技术上四五指轮换，怎么样让它听上去松弛有节奏。你弹得太满了呢，这个音乐